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3个，一个是中国重拳挥向网约车平台，要求公司建党委；另外一个是辽宁、安徽再爆本土病例疫情；第三个是台积电，美国建厂再加码数百亿美元。那么这3个新闻都是持续发生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先说第一个，中国交通运输部5月14号宣布，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级联席会议，8家成员单位对10家这个出行互联网平台公司进行了约谈啊。这个10家公司包括滴滴打车、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T3出行、高德、滴答出行、满帮、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啊，这10家。然后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级联席会议是2018年成立的啊。那么它的成员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的监管部门，这监管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部、中宣部、政法委、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督总局、信访局啊。那么这8个部门啊，这8个部门呢，由这个交通运输部牵头，那么召集人是交通运输部的书记杨传堂部长和是李小鹏啊。那这个联席会议是干什么的呢？他就说呢，完善涉及交通运输领域的新业态，就是网约车啊这些网约平台这些啊，法律法规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强舆论引导和形势判断，提高行业治理和应激处理能力，促进行业持续稳定发展。这就是这个联席会议。你可以看到这个联席会议都是个很大的部门啊，什么中宣部啊、政法委啊、网信办都是能够管到它的地方啊。然后就约谈指出，近期社会各界集中反映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公开透明，随意调整计价规则，以及互联网货运平台垄断货运信息、压低运价、随意上涨会费等问题，涉嫌侵害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啊。要求各平台公司立即开展整改，提出5项要求。第一，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服务费水平。第二，改善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的经营行为。第三，改善司机经营环境。第5，坚守安全稳定底线。第6，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啊。这5项整改要求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哪一条？第6条，最后一条啊。那么接收约谈的平台公司表示，按照约谈要求，全面系统审视，履行职责，做好整改工作，合规经营啊。这个新闻重要的在哪里？重要的在哪2点？第一点，它对互联网的这个平台的整治，由这个原来的金融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啊。那么之前对互联网平台主要是针对金融领域，我们讲过，金融是中共的钱袋子啊，那么金融领域不能碰。那么现在互联网平台、互联网这些大的互联网巨头，它在互联网领域慢慢的向其他传统领域渗透，最重要的是往哪儿走？往金融领域走，因为金融领域很赚钱。那么基本上原来都是国企垄断，那现在互联网企业往那边进的话，正好搞运动，从哪里开始？就从金融领域开始。那么现在除了金融领域整了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张啊，就开始其他的互联网的平台企业会受到冲击啊。那么这件事情从去年开始啊，11月份的蚂蚁集团11月2号，这个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和他的 CEO 啊，最终这个蚂蚁集团上市流产啊，这是从蚂蚁集团开始。到了今年1月份，蚂蚁集团要求整体的改制，由这个互联网金融企业、金融科技企业转型为什么？金控企业。金控企业转型金控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金融企业的监管要求去监管蚂蚁集团。那当然对蚂蚁集团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啊。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把蚂蚁集团限制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之内啊。当然指向就是马云，然后顺便把马云另外一家企业阿里巴巴收拾一遍啊。4月10号，市场监督总局宣布对阿里巴巴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名义罚款182亿人民币，这是史上最高的一个罚款。到了4月26号，对美团这个涉嫌二选一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啊。那么当局一直用反垄断调查对互联网企业施加压力啊。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这些企业服从政府的各项要求，其中就是控制他们，不能进行资本扩张啊。那么4月13号，市场监督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那么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提出5个要求。第一个，严防资本无序扩张，确保经济安全；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严防技术扼杀，确保行业创新；严防规则算法滥用，确保合法各方权益；严防系统封闭，确保生态开放。然后就是要求他们平台企业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全面自查自检自查，逐项整改啊。34家平台企业啊，这是一个没有完。4月29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外汇管理局4大部门又约谈什么呢？约谈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包括什么？腾讯、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美团金融、滴滴金融、陆金所、天星科技360科技、新浪金融、苏宁金融、国美金融、携程金融13家啊。那么要求他们整改什么？提出了7项整改要求啊。那么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让他们合规经营啊。那么金融领域是中共的钱袋子，不能乱入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控制啊。到了今天这一次网约车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要求党建啊，这件事情很大。它这个党建是什么概念啊？就是党建，其实大家知道，一个私营企业，它建立党委啊，要它建立党委。私营企业建立党委，对这件事情就对私营企业有2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层面的影响，这个党委不是说成立一个党委就算了的，摆样子的，那你对共产党太不了解了。这个党委要做有2件事情要经过它。第一件事情，人事安排，所有的人事安排要党委同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资金调动，你大的资金调动要经过他同意
这等于是什么哈？当一个企业有党委的时候，那这个企业就不是私人的了因为它控制你。那么其实在什么呢？在互联网的著名的大的企业当中，像腾讯、像阿里都是有党委的都是有党委的。所以，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互联网企业有党委。那这次呢，在网约车这个约谈当中，明确提出要建党委，网约车的这个互联网平台要建党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如果网约车平台要建党委，那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也会要求他们建党委。那你想一下，这家私营基本上互联网企业没有国企，基本上没有国企，很少有国企。那基本上是外资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或者是外资兼私营企业的，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企业型业态。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不断的针对这些互联网企业，打击这互联网企业的原因那么你一建党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这些私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进行全面控制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去年的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叫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出来之后，这件事情就加快了。但是其实推动民营企业建党委这件事情，走得比较快的是从2018年开始2018年那年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家叫共享单车项目，叫 OFO 小黄车OFO 小黄车其实那个时候还曾经火过一下，当然它没有那个谁更火叫摩迪更火最火的肯定不是它了。OFO 小黄车呢是2014年，北大的一个博士叫这个戴威退学，拉着他4个同学搞的一个学生项目。2018年呢，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6月份开了一个党委会，这个党委会呢，新华社发了通稿。大家知道，新华社发这种通稿肯定有它的意图。这党委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2018年6月 ，OFO 小黄车公司的召开党委会，形成共识，要通过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完善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实质领导地位。也就是说，要把党委变成一个公司章程里面的法定地位，这个很少见那么首席执行官戴威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名字叫什么呢？叫关于公司切实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呢，说是要深入贯彻落实19大精神是非公有企业党建的一个创新，这是新华社发的稿子当然，这家公司做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政治表态。为什么？这家公司遇到难处了，他的公司经营出现了危机，他想通过这个动作呢，来什么呢？来这个表态，做政治表态，希望拉兄弟一把那么，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没办法改变了。5月份 ，OFO 已经取消了20个城市的免押金活动，到了6月份就开始干什么？开始全面取消信用押金，然后到了慢慢的开始延长这个押金的退还的时间，然后到了6月份全面撤出海外市场。原来 OFO 在海外市场还是动静蛮大的，到了11月份 OFO 开始拖欠用户的押金，12月份戴威被列入失信名单
到了2019年的1月，OFO 的银行账号被冻结。2020年 OFO 人间蒸发，这是一间这样的企业在搞这个党委，而且新华社发了这条通稿。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在私营企业里面建党委、组建党委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没有办法，树大招风，像什么呢？像腾讯、像阿里像这个京东京东也是有党委的，都有党委的，这些都是树大招风，而且中共盯着他们把他们当做基础设施，我得抓在手里，建个党委吧，天天看着你，人事要过他，这个资金调动要过他他要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没有办法。第二个就是像戴威这种 OFO 这种投机，这属于投机。那么剩下的还有一些在做什么情况，就是凑数、凑人头。这个统战部要做工作要交名额，那手上扒了一下，我们辖区里面还有多少家私营企业大的，一个个谈话建个党委吧，没有企业愿意建党委，没有办法，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大家知道，一方面，他现在他的做法是什么？一方面呢，通过行业性的整治，不断的对这些企业进行打击；另外一方面，釜底抽薪，派党委组建一个党委进去，然后他派人进来。那你共产党一进你的公司，那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是什么？整人，他就开始搞事非要把你搞得鸡飞狗跳不可。所以一家公司建了党委，江湖就不再平静了这件事情，这个新闻我们就讲到这儿。讲讲这个疫情，辽宁、安徽再报本土案例。先说一下疫苗。国家卫健委5月13号，截止5月13号，接种了3亿6691万剂次那么有效不知道然后是通报5月13号，31个省确诊病例7例，其中5例输入境外输入型，包括广东3例、上海1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安徽上海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这个境外输入型，这13号、14号，辽宁省营口新增2例本土确诊病例，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沈阳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这是这个辽宁。安徽省六安市六安就是出茶叶合肥市分别报告1例和2例确诊病例。那么其中它有一个情况，叫一个姓张的女士，29岁，13日凌晨在这个核酸检测为阳性，那么确诊那么这位张姓女士是就职于一个影楼那么没有离开过安徽，但是呢，她跟来自大连的李某某就是患者2，在这个影楼培训有密切接触。李某某是个培训师他和这个张某某接触，然后就去查他。当天这个李某某确诊然后李某某又接触了谁呢？吕某也确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大概就是李某某接触了2个，先是李某某，然后是吕某某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位李姓的先生呢，18天之内去过3个省、5个市这非常辛苦，培训师分别是兰州、大连、营口、合肥、六安就是5个市
那么好在呢，发现呢，他在所有地方活动的时候呢，他都佩戴了 N95的口罩啊，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安徽这边呢，他把所有的这个合肥的这个叫会展活动全部停掉，14号开始，包括茶叶博览会啊、茶博会啊、塑料产业博览会啊、智慧城市的博览会、环保产业博览会都停掉，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报告一下，为什么？当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群体免疫的时候，这种级别的传染是有风险啊，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在五一假期之后，五一假期之后非常敏感，因为大家知道五一假期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啊，所以我非常的关注这段时间有没有出现这种局部性的爆发的情况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台积电。路透社报道，台积电考虑再投资数百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生产先进晶片，但对欧洲还没那么热衷啊。那么，台积电是去年宣布投资100亿到120亿美元，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设晶片厂。那么之前呢，台积电宣布的晶片厂可能再新建最多6座，其中的1座啊。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现在呢，新闻是什么？新闻是台积电内部正在讨论，是不是要在美国增加1座新的芯片厂。这个新的芯片厂生产什么呢？生产3纳米的芯片啊，3纳米当然是最先进的制程，最先进的制程3纳米的芯片。那么亚利桑那州第一座芯片厂是5纳米的芯片啊。那么现在3纳米芯片如果要投的话，投资要建一个3纳米的晶片的话，大概投资额可能会达到230亿到250亿美元。那现在细节还不知道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包括英特尔，包括三星啊，三星可能是在德州啊，英特尔是在他自己原来的厂子，包括在纽约州的厂子，它会扩建啊。英特尔没有建新厂，那么这个三星是投150亿到200亿美元，在这个德州啊，应该是在德州了啊。德州它还是对这个税务有要求，在德州那么建芯片厂。那么三星毫无疑问，三星是要做一个单体最大规模的芯片厂。那从台积电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估计也是针对什么呢？因为三星上来就是建3纳米的最先进的制程，那也许这个从目前看，如果台积电也投一座3纳米的话，那它就是要跟三星竞争在美国的订单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你可以看到，今年3月份拜登总统开了一个芯片峰会，这个芯片峰会基本上把全世界主要的芯片厂都找来开这个会。开完这个会之后，所有的芯片厂都在美国开始投资建厂。那么美国准备拿出500亿美元去补贴这些芯片制造商他们的这个建厂的这个补贴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估计呢，这个整个的芯片产业链会在2到3年之内会变成，在美国会迅速的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的供应链，确保美国的芯片安全。这就是美国大体上它目前的制定的这个战略。什么战略？就是确保芯片的安全的产业链啊。这在未来未来一段时间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啊。
好，那我们今天3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明谢 Helen， 谢谢，周末愉快，谢谢，魏唐，谢谢 HJ1985，谢谢。Store One， 谢谢。好，观点，建党委听起来就像明朝时期军队打仗，还要派个太监当监军，外行领导，内行是大忌。企业经营这也要这么搞，想来不是党委利用职权贪腐，就是企业经营被搞烂。中国共产党怎么都是狗皮倒灶的事情这么多？他不是这么，你想的简单了，他是要控制这些企业，建党委就是要控制他们不完全是，中共其实他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他只说一件事情，做事他不会去管你你这个想法那个想法他不管，他最重要的是管你，不管事，管人。他就要控制你其实讲到底就是要控制你。观点，这次处理互联网企业是新的公私合营的节奏，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有点像情况，安徽疫情发生第一时间发布的情况通报中，在没有进行细致流调的情况下，就称病例曾经在大连接触境外人员。后被大连流调结果打脸，称该病例没有接触境外人员，两地网民甚至开始互相责备，地方政府本能的第一时间甩锅境外或者是外地，只是这口锅实在太重，谁都不想接，开始互相踢皮球。你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49中的事件当中，在一系列事件当中，其实中共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摁住。不告诉你第一个摁住，第二个甩锅甩锅跟他个人有关系。提问，有一种看法说，习在20大之前将全面推动城市公有、城云式公有制框架下的计划模式，也就是他不惜代价的打击阿里、美图、美团等等大型民营经济的推动力。请问王先生对这种看法有何评价？这条线路可行吗？陈云式，我不知道你说的计划模式，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当中共推行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么计划体制已经灭亡计划体制已经不可能再存在。计划体制的相对称的是什么？计划体制相对应的就是计划体制其实有一套系统这套系统是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是有关联的，包括政府的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的运行机制是相关联的。那么计划体制才能行得通。那你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计划体制不相容，就是其实你要么用市场，要么用计划，你不可能又用市场又用计划。那是在一个过渡期，你比如说像80年代基本上是个过渡期，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越长，整个国家付出代价越大，所以很快88年就价格我们叫价格叫什么公关就一下子过去，希望过去，结果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后来六四的一个大背景，64事件发生的一个大背景。但是实际上你再往回走到计划体制的这一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你必须放弃市场。中国要是放弃市场的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所有的钱都不要了，
就是你就没有价值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些贪官他贪了这么多的起义，现金没多少钱，真正的是资产啊，资产才有价值。那这些资产就会没有变成零价值，因为当你进行计划体制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市场价格，你没有市场价格，你的价值也不存在。你比如说房地产，房地产肯定就没有价值了。你计划体制什么？房管所啊，分房，按照你的级别分房，所以这个问题计划体制是不可能实行。但是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他并不会放弃市场体制，但是他会推动什么呢？推动国有经济啊，国有经济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让国营企业，让国营企业控制市场，在市场里面占有巨大的份额，或者是把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会放弃市场，这个很傻。他只要让国有经济把整个国家经济控制起来，占到90%以上，那不是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啊。基本上，我认为这条线路应该是这条线，他的思路应该是这条，而不是回到陈云式的计划体制。陈云式的计划体制就等于把整个市场经济铲掉。中国要是铲掉市场经济的话，中国经济就崩溃了。为什么？你怎么出口？用什么来出口？你像朝鲜那样出口吗？出口有60%是私营企业，中国要是没有出口，中国就完蛋了，整个经济就崩溃了。你要是铲掉这个计划，铲掉市场经济，那私营企业也活不下去，怎么活？你没有市场啊，所以这条线路是不成立的。观点在上海49年以后，所有当年创造东方巴黎的私营企业全部被公私合营，导致无数百年品牌彻底倒下。当年的资本家出逃欧美、香港，没逃的最后被批斗，踩在脚底。没多久，共匪玩不下去，又下岗兼贱卖国有资产。现在针对互联网和各家私企的公私合营，也注定只会毁灭所有经济。到最后，国企央企也无法独善其身。国企央企，怎么说呢？国企央企现在的第一，它不活跃，它都搞些什么？国企央企它不是做生意的啊，国企你基本上把国企看作一个政府部门的延伸就对了。政府部门不能够做经营，哎，用国企伸到市场上面去。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总之，如果你要做这些动作的话，不用经济学家分析啊，基本上就能看到底是什么，底就是崩溃，底就是崩溃。观点：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这一点我是支持整他们。我们司机每个月跑1万块钱，平台抽2500，很恐怖，收入跟出租车没法比。整他们很好是吧？把他们整垮了，你也没地儿挣钱去了，你说是不是？中国人搞不懂，有一点中国人是为什么中共会有今天哈？有一点是中国人一直没搞懂形势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土改的时候啊，土改的时候整地主，农民很高兴啊，他们把地主的福财一分，大家你分条金链子，我分条手镯，大家挺高兴，把他地一分，挺好。他没想到共产党整完地主以后，再继续往上整到最后那个地也没了，福财也没了，全部交到人民公社去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手段。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其实这位他的想法，其实就是一路以来，中共收拾中国人的办法，就是先收拾你的对家，你恨他是吧？好，我就收拾他，你支持。
等收拾你的时候，没人支持你了，就是这样啊。观点：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一波比一波更猛，割完韭菜革民企，再继续就是全面国有化，回到完全计划经济。难道这是习想要的内循环吗？到时候真的就和世界脱钩了。情况一，继北京市所有公立医院建立公安住院检查站后，山东省今日也发通知，今年年底所有3甲医院设立公安住院检查站，2023年前所有医院设置完毕。设置后，所有入院患者和家人入院前接受安检。通知说，为了防止医院发生突发事件，现在国内维稳是第一重大事情啊！你看中国的安检，地铁安检啊，地铁安检。昨天有网友说，北美哪个城市地铁不买票？我不知道，我在北美没看见有买票，有查票的啊，没有不查票，我就没看见有查票。别人地铁连票都不查，中国地铁像干什么似的，比他们上飞机还要厉害啊！现在医院要做安检啊，这就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啊。二，青岛市市区社区管理人员已经开始入户，逐户排查打疫苗人员，通知到户人员必须打疫苗。下一步，地方将强制人人打疫苗，不配合人员将采取强制措施。山东是很恶劣的，山东一直是非常，就是我们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山东是中国最恶劣的其中的一个省之一啊。情况本来还有2天完成14天隔离，这次入境隔离比去年变化不少。隔离14天中要5次核酸检验，集中隔离后需要12小时内离开隔离城市，由隔离点统一送到车站和机场，家属来接需要社区证明。江苏本省各地的政策几乎都是集中隔离14天之后接回社区，再集中隔离14天，一共28天，简直就是拿国外入境者不当人。这次又碰到安徽大连的状况，简直是灾难。现在还是靠严防死守的行政办法来控制疫情，一点都没改变。情况，塞舌尔共和国是全球打疫苗最高的国家，约60%的人打了2针，比以色列的比例还高。但最近疫情增长，其中1/3以上的新确定人是打了2针。这国大部分是打国药疫苗，剩下的是打印度生产的英国疫苗。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搞一下网约车平台，是不是因为网约车动了传统出租公司的蛋糕？当然是，当然是。你可以看他动手的地方都是碰到了传统的出租车公司是什么公司？全是国企。所有的出租车，每个城市的出租车企业都是国企，所以碰到国企他就打啊。观点，规范企业要靠法律，不是整。对，这个话跟什么一样呢？在中国呢，怎么说呢？靠法律，中国的法律也不靠谱。中国的法律为什么不靠谱？如果你遵守法律的话，在中国企业基本上是亏损，是赚不了钱。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律都是政府部门起草，执法部门起草。你比如说交通法，各种交通运输的法规，谁起草？交通运输部门起草，交通运输部起草。他起草的时候，所有的要求顶格，他不管现实情况。当然这个要求很高啊，这个老百姓很欢迎啊。为什么？提高要求挺好的。所以中国人其实经常中国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很聪明，觉得美国人傻白甜。其实中国人真的缺乏智慧啊，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比如说劳动法，
劳动法啊，这个帮员工收拾企业都很欢迎，但最后你会发现，吃亏的都是支持他的人。为什么啊？我再举这个例子，你比如说，把这个交通运输的规矩一定，顶格一定，哎，大家觉得挺好啊，把要求提高了，但脱离实际要求，所有的企业做不到。因为当他把这个要求提得这么高的时候呢，它中间就有一大块什么寻租空间。什么叫寻租空间？他就利用这个酌情权捞好处。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啊，没有一个例外。当然，刑法那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你真要靠法律的话，基本上中国的企业都得倒闭了。所以，所有的企业为了生存都在违法，违法更好啊！违法它只要一执法，想抓谁就抓谁，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只要你想活下去，你就必须违法，这就是中国法律的特点。所以你说规范企业要靠法律，不是整。如果这个话呢，放之全世界都合理，放到中国就不行，放到中国就完蛋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所以呢，中国是不是个法治社会？当然不是个法治社会，但是中国是有法律的，法律是收拾谁的？收拾老百姓，收拾企业的。政府可以超越法律，他只要不执法，他就可以超越法律。情绪打了土豪，佃户也变不成富人，最后什么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才可能给社会大众挣钱的机会。搞不懂改革开放40多年了，怎么还很多人还没搞清楚这个逻辑？是这样，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都一直没搞懂，就中国人一直没搞懂这些非常简单的道理。你要是把地主干掉了，其实你最后你也完蛋。但是中国人一直在很支持干掉地主，干掉地主，农民很支持很高兴。但是他没想到，干掉地主之后他会更穷，连饭都吃不上，会饿死。这就是结果。把资本家干掉之后，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大家就一起穷呗，就是这样。观点在中共的语境里，把民营企业定义为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就是非我族类，这就是对民营经济的歧视，非常正确啊。情况：晚上公司微信突然统计员工有没有去过安徽，当地的情况应该不容乐观。提问：重庆江北区保利香雪因为阻止社区进驻小区居民被大量黑衣人殴打，请问王老师，社区到底是什么组织？社区到底是什么组织？政府组织。政府组织。街道办、社区啊，社区基本上是一个最基本的管理机构、管理单位，叫社区。阻止社区进驻小区，共产党末端机构是的，是政府的，街道办的啊。街道办以前，街道办是最基层的组织，街道办发现还不够，怎么办？那再形成社区啊，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一个片，其实就是个片区。当然，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叫法啊。观点最近有个词很火，躺平，讲述一个人发帖自己过了2年这样的生活，月花200，一天2餐，然后玩手机、游戏、追剧，拒绝社交，放弃追求，在家躺平，而且在国内引起一大群人的共情。这2天开始控评了，我相信国内有一大群这样的人开始放弃自己的人生，因为看不到希望，而且无力改变，无力反抗，开始对于社会的无声反抗。躺平，又花200，又花怎么能花到200？怎么能只花200？一天2餐，一天2餐60天，30天就600。
30天就是60餐，60餐200，你怎么花出来的？4块钱一餐，也240啊，怎么花出200块钱呢？不用房租，不用水电吗？你上网费呢，又花200，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吧？我觉得大家有什么看法？怎么月花200？你们的城市能做到200吗？我是不大相信，月花2000差不多，月花2000可以理解，月花200是不可能啊。提问：我在服务行业工作，有业绩压力，工作人员流动性很大，来一波走一波，很焦虑。请问王老师，中国人普遍活得焦虑，是否跟工作选择性有关？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焦虑？请问国外的情况怎么样？好问题。焦虑从哪里来？焦虑有3个因素3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安全感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就是当你坐在这里，你觉得不安全，你拥有的东西会被剥夺，你的健康会被剥夺，你的人生得不到保证，你没有安全感，你会焦虑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你坐在家里会被人把钱骗走然后你走到马路上会被人抢手机，然后你去医院会被人盘剥等等，就是你这个社会，中共把中国这个社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大家没有安全感，这是焦虑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他只要跟外界一接触，躺平什么？躺平我谁都不接触你只要跟外界接触，你会受到伤害。你不跟外界接触都有可能受到伤害，所以你就会这是第一个焦虑来源，第一个焦虑来源。第二个焦虑来源是竞争。中共把大量的这个社会的财富都拿走，那你有14亿人口，他讲14亿人口，14亿人口争抢一个非常小的蛋糕，那生存空间、生存压力就很大。那生存压力非常大，就像你说你有业绩要求等等，它会反映在你每一个环节，上公共汽车要挤工作要抢上学要抢都什么都要抢，所以中国人就是要抢，你不抢活不下去，这就很焦虑，这个焦虑也很深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人的生存状态的焦虑。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社会流动性非常的高今天有人上去了，明天有人下来，那这种生存状态的这种焦虑，你看见有人上去了我很焦虑，我没上去，他上去了，看见隔壁人又掉下来，哎呀，我不能够也跟他一样，这种焦虑，这3大焦虑来源就是这样。所以国外呢有没有焦虑呢？有没有这种？也有吧，也有各种焦虑。那么，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国外，我现在在国外生活了，我在香港生活的，先讲我在香港生活，焦虑，我在香港生活也很焦虑，非常焦虑。焦虑的原因是什么？焦虑的原因是竞争压力很大，香港的工作强度高。香港的工作强度比国内高很多但是相对来说，香港除了工作强度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生存压力很大，房价太贵。在香港的生存状态是工作强度大，会产生焦虑。另外一个就是生存压力大，生活成本高。生活成本高主要的原因是房价太高。其实如果你搞定了房子，在香港生活很爽很舒服，因为他的工资收入很高，你随便打份工，你只要有不用供楼，那你就是个神仙就是个神仙，你就跟其他人比，你就跟神仙一样。那如果你要供楼的话，那你会很焦虑，因为工作强度也很大，有的人打2份工，甚至打3份工都有。香港的状态是这样。我自己感觉在美国呢，
就感觉压力就明显就没那么大。感觉就明显没那么大，就你看见大家都没那么着急。你在香港那走路啪啪啪啪啪一路小跑，你不是你一个人一路小跑，所有人都在一路小跑。你到北京那走路就是迈方步啊，在深圳也是一路小跑，但是要跑速度慢一点。你在美国你看不见人跑，你基本上看不见人，除非下雨。一下雨美国人都在跑，为什么？美国人不带伞，明知道下雨都不带伞，所以一下雨都在跑，所有人都在跑。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有帽子，戴帽子的衣服后，就是因为他们不带伞，所以他们跑是因为下雨。所以美国的生活，我觉得就算是在金融区这些区域，看他们中午吃饭也很悠哉悠哉，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焦虑没那么大，跟香港没法比，跟国内也没法比啊。观点：真正得勇气是认清生活的残酷后，还可以热爱它。躺平、啃老、自我放弃这种事是 CCP 最想看到的。努力生活，热爱生活，尽量的快乐度过每一天，不放弃希望，才是对抗 CCP 最好的方式。对于在国内生活的网友来说，有2点我觉得是要明白。第一点，你要明白所有的原因，所有的现象的终极原因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要搞明白。你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这是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根源是什么，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这个要搞明白，不能糊涂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你搞明白这一点就不容易被洗脑。洗脑的原因是因为没搞明白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保持头脑清醒，这是第一个重要。第二个重要的，躺平我是反对的就当然放弃生活是不应该的，放弃生活的热情是放弃上天给你的天赋，放弃对生命的价值，这是不应该的。你来到世界，你当然要寻找这个生命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不应该放弃。那么第二点就是第一个要知道问题的根源，第二点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的，不是，是有价值的活着。当你的生命有价值，那你要安身立命之本，找到这一点，这一点不容易就是说你这是一个过程，或者这是个进程，不是说我一下找到了我就这个终点就达到了，不是的，是一个持续的进程。有这2点，我觉得人就不会活得糊涂，人活得糊涂才是最大的悲剧观点：中国人的焦虑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共恶意的洗脑，挑逗群众，斗群众。情绪坐标上海，今天我所在的小区附近的银行疑似发现了爆炸物，我得知这个消息的途径居然还是油管的媒体，只能感叹国内的负面消息压得太死，只有媒体定性了才能播出。不过也感叹现在墙外的舆情传播还是很灵通的，觉醒的群众不少。这次疑似爆炸物的事件后续更加可笑，是一个农民忘记了自己的包裹而已，现在他已经被逮捕拘留，忘记包裹会被逮捕拘留，你说神经病。提问：今天苹果日报的账户和黎智英持有的公司股权被冻结，请问王老师有何评价？香港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香港的产权制度就受到了冲击。那么一个人的财产被冻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产权制度就不再受到保障，这就是影响这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后果当然，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他在香港，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3件事。第一个，
一国两制不将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违反了他和英国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一个国际条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推动意味着香港所有中共在中国大陆做的恶，全部都会在香港逐一发生，就3个影响啊。秦网我硕士室友是戴威的北大学弟，他说那时候戴威组建党委是因为要跟滴滴投资派来的人争领导权力，所以才想出透过党组建党委，再任命自己做党委书记来跟滴滴的人马斗争啊，那这家公司一定会完蛋啊，他等于是引狼入室啊，这件事情也可见这家公司一定做不起来。你想天天想这些事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社区服务是不是指物业费、停车位、社区商店、药店、菜市场，这些都是属于国企管辖，关起门来收割韭菜？社区是这样，社区其实我们刚才那个网友讲的那个社区是街道办的下面的一个管理单位。社区这是一个很多含义的词汇啊，它特定的那个就是一个基层组织啊。至于你说的是社区服务是另外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业态啊，它是个业态，比如说停车场啊、菜市场啊，各种各样的社区配套啊。这个跟这两个不同的事情啊。提问，小米最近和美国国防部达成和解，请问王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应该告不进去嘛？小米他应该是提出了诉讼，就是关于把它列为中共解放军企业名单啊，要对它进行制裁，已经对它进行制裁。那么小米就提起诉讼啊，就是其实叫行政诉讼，就是认为你对我把我放到这个名单里面是不公平的、不公道的、不合理的。然后呢，一进去告呢，国防部这个名单是国防部制定的，国防部一看手上的证据可能打不赢算了，我们就和解吧，我就把你从名单里拿出来，应该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很好。做事情要严谨，不能粗糙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司法是什么？司法就是社会的底线，或者社会公益的底线，或者社会公益的兜底的网啊。就是说，你看政府在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在中国就没办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司法不公正，没有司法公正，没有公平的司法。那美国就不一样，你到小米被放到这个名单里面去，那怎么办？我跟你讲，我不是，你不听是吧？不听，那我就打官司呗。打官司，政府一看，国防部什么？国防部政府啊，政府一看我打不赢算我们和解，我们拿出来，这就叫什么？这小米就获得什么？获得了公正的对待，这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司法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美国，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司法是能够保障美国社会的社会公义的，但是中国没有司法，没有司法公义，所以中国为什么道德沦丧？为什么？因为社会公义不在了，社会公义不在，道德就沦丧。提问，虽然美国积极回到 WHO， 西方各国国会支持台湾加入 WHO， 布林肯发声明要求 WHO 发观察员邀请函给台湾，但是这次台湾仍然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要等到明年疫情缓和后，台湾在全球公卫的亮点又会降下去，感觉能得到邀请的机会很低。请问王老师，是不是除非 WHO 能够做很重大的组织改组，不然现行体
制度，美国与中共收买的小弟比票数就是输，而台湾想加入世卫，短期之内很困难。是的，是这样。中共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国会其实每年都有统计啊，它每年都会更新中国在各个国际组织当中的人员分布，那么是蛮多的。那么中国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投入巨大的资源，那么它就能够通过这些人，它其实是通过人，跟组织没有关系。他就是安排人去参与这件事情，慢慢这些人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了，那他能做这个决定啊，他这个位置上能够做这个决定，所以跟组织其实关系不大。那谁让你走了呢？谁让你放弃了呢？你放弃，那么就别人占了，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那么容易改变。不那么容易的，是需要时间的。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什么？需要你自己要去投入。美国要真正的重返国际组织，什么叫重返国际组织？你也得安排人去搞啊，否则怎么样？结果就是这就结果，光喊话没有用。观点：感觉焦虑主要来自中国人的思想根源。我生活在美国，非高科技工作美华的焦虑。身边真实情况看到那些天天接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天天都在今天不接这个，明天就没有工作了，天天焦虑，跟老外同工种的悠着干完全不是一回事。带着焦虑去了海外还放不下来，这很正常，就是这样的啊。情况我是在国企工作。现在据说有一个项目是要安装一个设备到民营加油站，财政税务牵头，中石化、中石油非常支持，说民营企业偷税漏税。我们公司的经理说就应该这样，这样对中石化、中石油才公平。民营加油站一次打折几块钱，对国企不公平，感觉他们脑子有问题。OK。情况按照中国的政治体制，社区和村委会是同级机构，按宪法定义不属于政府部门，属于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现在已经不是自主选举了，按照宪法规定，是政府违宪建立的独裁统治机构。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节目讲中国的村民和这个社区街道选举啊，这个基层选举啊，我们有个专门的节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国人如果真的去积极的参加选举，其实对中共来说冲击非常大啊，冲击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